国政府抛售结束了吗？比特币会跌到哪？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德国政府只剩下不到1万颗的比特币。我们在昨天的时候，我们都还看到德国政府大约持有22000、23000多颗，也就是它在过去的这几个小时之内呢，又继续抛售了1万多颗。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对市场所造成的影响呢，已经越来越小了。那我们又可以看到呢，我们右手边，也就是德国政府它所持有比特币换算下来的美金的价值，我们可以发现啊，它自从6月7号开始抛货之后呢，就从大约35亿美金的价值啊，一路到现在呢，只剩下了，我们可以看到大约剩下1亿不到哦，大约剩下10亿不到哦，剩下10亿不到，也就是德国政府其实可以抛售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少了。那我们也可以去看到，过去从6月7号一直到现在，大概1个月的时间之内呢，其实我们砸盘很多时候呢是发生在我们东八区时间的下午哦，这个就可以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啊。其实我们在过往呢会有比较大波动的时间啊，大约都是在我们东八区的半夜凌晨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是美国人的正常时间。也就是如果美国主力在这个时候选择有动作的话，那么就会在我们东八区时间的半夜凌晨，那比特币就会产生波动。不过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最近产生波动的时间呢，大约都是在我们的下午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我们这里是东八区，那德国是东2区，也就是比我们要早了6个小时。也就是当我们在晚上下午傍晚的时候呢，大约是德国的正常时间，所以下午傍晚有波动的时候，其实就是德国那边的时间，德国那边的主力在操作的，所以我们也可以侧面印证这个事实。那我们可以回到比特币的盘面，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我们过去有谈到，我认为我们现在在进行的就是一个周线的回调。第一个，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走过了很多日线的回调了，大约就是10几20%左右。那像我们现在呢，我们已经走了25、6%了，而且我们可以从盘面的很简单的判断一下，其实它基本上还会再继续往下。当然了，往下可以有多少的幅度，这个我们来研究一下啊。已经下跌了25、6%了。那如果说我们从周线回调的角度，我们来拉斐波那契的话，我们就必须从15000一直拉到最顶部。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从斐波那契可以得到有几个比较关键的点位啊。第一个是382，大概在51000左右。那我认为这个是比较乐观的预测，也就是如果说我们接下来回调是走的比较乐观的话，那我认为我们就会在51000左右呢，然后就止跌，然后震荡，然后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会开启我们下一波的多头行情。不过当然很有可能最快都要等到9月降息的时候了。而且你可以看我们在上方我们所运行的时间呢，它也是走了将近3个月。那我们在下面没有个2个月，其实我们要回去那真的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上面的筹码呢累积的真的是太多了。那我认为，如果说我们稍微悲观一点的话，我认为我们是有机会回到44000这个位置的。它可能到，但它不一定可以到。那这个44000的点位是怎么去计算出来的呢？其实我们可以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当时在44000左右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 ETF 它资金还没有开始流入的时候所在的价格，大概在44000左右。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我们从44000以来 ETF 流入的资金大约流入了154亿，一直到现在已经流入了154亿的美金的资金。这个是净流入净流入就有154亿，也就是左手倒右手的这个是不算的那154亿，我们可以稍微再估算一下其实德国政府大约持有5万颗的比特币，那目前已经抛售的差不多了，只剩下不到1万颗。门头沟大约有15万颗，我们就取最坏的状况，也就是门头沟这15万颗全部都抛售出来。那当然实际情况不会有那么糟因为不可能全部抛售嘛。那大概是20万颗的比特币，20万颗的比特币，我们去乘上比特币的价值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大概是在130、140亿左右那你可以对比如果说德国政府跟门头沟他们要抛售的比特币最差的情况，全部抛售的情况，大约是130到140亿的美金。其实跟 ETF 流入的量呢，你可以发现基本上是非常的吻合的，也就是
如果说我们回到了44000，那很简单嘛，就等于说比特币从 ETF 上市以来的流入量，跟德国政府的流出，还有门头沟的卖压呢，完全给打平了。那我们就会回到44000这个位置。那当然了，你可能会说，44000这边应该是很困难的吧？当然，我也觉得掉到这里会比较困难一点哦。不过是有可能的哦。虽然说门头沟的这些债权人呢，他不会全部抛售出来，但如果说再加上一些散户的恐慌，再加上一些其他人的不理性的抛售的话，那么这个位置是有可能来到的。那么如果我们再往下看的话，就是要看到618，也就是37000、38000的位置了。当然，这个位置我认为它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要达到的话非常非常困难，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毕竟这个位置呢，我们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到5万多、55000、53000，其实就出现了不错的支撑，不错的需求了。那要到38000，我认为这个确实是有难度的。而且呢，其实德国政府抛售的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发现市场的韧性呢，是比大家想象的要来得更为强劲的。那当然，如果说38000要再破的话，我认为这就是不可能的哦，除非我们这轮牛市的整个起点啊，跟我们预想的整个周期啊都是完全不对的，不然38000这个位置是不可能被真正的跌破的。那我们再回到小一点级别的日线好了。到日线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我们在6万左右的阻力是已经被完全确立下来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原本的支撑呢，它到现在呢，它确实已经被很实际的转换为阻力了。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都有支撑的效果。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它就变成了阻力，这非常合理啊，因为这是技术分析的第一课。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如果我们用双顶颈线的预测方式的话，我们大概可以抓出到哪边的目标价位呢？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啊。如果说我们把这个颈线，我知道这个非常简单，它也很入门，那当然它也很不精确啊。不过它还是值得参考的。我们如果把它往下拉的话，大约可以看到51000到52000左右的这个价位哦。你可以发现跟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价位呢，基本上是不谋而合的。那其实51000这个点位呢，如果我们把它往前来看的话，我们也可以发现啊，其实它在前面也扮演过互换的角色，所以这个位置它肯定是有这种互换的效果，肯定有支撑的效果在。你可以看到在前面呢有一点受阻，然后我们在前面的反弹哦，不过这个地方，然后进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它就开始回落了，所以大概在51000、52000左右的这个位置。那如果你也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 USDT 的仓位。这个仓位你可以拿去开各种合约。那么如果你赚钱了，你可以直接提币走，输钱也没关系，因为这仓位本来就是赠送的，你只要点击这个下方链接就没问题。那我们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说我们用比较糟糕、比较悲观的角度去看待盘面的话，我们一样也是测量颈线的目标价位，我们可以得出呢，又更低的这个目标价位哦。你可以发现，刚好它的目标价位确实也就在54000、53000左右的区间，跟我们刚说的也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我认为，这两个价位呢，它不会是空穴来风。好，那我们再把目前的图表呢再缩小一点呢，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最近它确实是有产生一些支撑效果的，而且我们在这里呢也确实产生了震荡。我相信我们的流出是持续的，我们的卖压、我们的抛售，它一样有在进行。不过我们可以发现，最近的比特币现货 ETF 的流入呢，它又回过神来了。你可以看到啊，最近我们从5号、8号、9号、10号这几天呢，我们都产生了连续的流入。而且这个流入量呢，它其实并不小哦，它都有1亿多、2亿美金，甚至3亿美金这样子的流入。这个流入呢，绝对会对市场上造成影响啊。因为我们要知道，德国政府它也只不过抛售了5万颗的比特币而已。好，那5万颗的比特币哦，大约是这个35亿美金。那你看，我们每天这样子的流入，其实就可以相互的去把它这个坑给填上了。那我相信这也是造成我们最近可以在这里形成支撑的很主要的力量。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实在4小时都经历过几波的这种多头的反击。那当然了，我认为这波下跌呢，它到这里它仅仅只算是一个超跌的反弹而已。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说我们去看从63000到目前的回调的话，
我们拉个斐波那契，它也就是大约在0.5到618的这种反弹位，所以这其实是非常典型的反弹可以到达的位置。那我也认为超跌反弹呢也是很正常的。好，我们再来看到量能分布的状况。其实虽然说我们中间都有连续的这种多头的需求产生了，不过我们可以发现基本上比较大根的 K 线，你可以发现量能比较大的呢，基本上还都是阴线。我也认为我们这波下跌呢，它还没有结束，它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整理，所以其实抄底并不到那么急真的不到那么急。我们好好的等待，我相信价格它还会再进一步的下跌的。不过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注意比特币现货 ETF 它流入的数据怎么样。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